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23.98，收盘价是219.27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6.32，最低价是在215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1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169 亿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略有缩小，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快线上穿了慢线，并且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微小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开始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中红 K 线。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反弹后的横盘中。我们会看到当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价没有跌破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并没有确认股价的反转向下。然后呢，我们会看到当日的 K 线是含有长长的下影线，说明下方有支撑，但是上方的最高又没有超过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那又说明上方有压力。那当日呢，股价的浮动也是相对较大的，并且呢成交量是略有量缩。那这些信息都预示着股价后续会出现向上或向下的突破，也就是这根 K 线啊，它是一根休息的 K 线。那日后股价上涨的条件是必须要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我们指的是收盘价。那下跌的条件就是必须要收盘价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，才有可能下行。否则，我们认为在近1-2个交易日，股价会在这根 K 线的最高和最低之间进行横盘。在这里，我们指的都是收盘价的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我们已经有辅助线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213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上涨，收盘价在223。实际在11月6日收盘价是在219.27，出现了横盘向下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，这根 K 线当日是出现了较大的浮动，但是呢，上方又有压力，下方有支撑。那日后呢，股价会选择方向。那么我们依然依次从股价的上行开始来说。那对于11月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上行，那么它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上方的226，因为只有站上这个位置呢，才能瓦解这根叫做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同时呢，也就是说站上这个位置，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股价的收盘价将会同时站上20日均线值。那么在股价的反弹当中，如果能够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，那么股价会继续上行的。通常情况下，那么这样一来，我们会看到在到达226之前，实际上20日均线值在224这个位置，那将成为股价上行的一个压力。好，那224
226如果被站上之后，接下来的第二个目标就是236，这是缺口的中线，它是强压力。第三个目标依然是257。那我们说股价日后只有重新站上257，对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才能够被瓦解。目前我们看到，在10月24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22.05，我们会看到截止到11月6日收盘价依然没有站上这个前高，所以这样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还没有被瓦解，对，所以股价依然会上方遇压而出现一个反转向下。那么说到上行呢，我们还要补充说明，目前股价的收盘价是临近了20日均线值，这个位置如果不能够被突破，股价是很容易继续出现反转向下的。当然，如果突破之后，也要谨防出现新高，然后呢收盘价依然在20日均线值之下，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大幅的下跌。所以这是我们对这样一个关键位置的一个说明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下行。那对于下行说，遇20日均线值如果不能突破出现下行，那它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94，因为跌破这个位置将会继续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。无论是自10月10日，我们会看到前面还有9月15日，还有一个就是7月19日。那目前这个194都是跌破它，都会继续这3个位置的空头趋势。这3个位置都是起跌的位置。好，那么在到达194之前呢，上方的缺口和5日均线值、10日均线值都会成为支撑。那第二个目标其实是一个支撑位，也就是178。那股价下行的真正的目标，如果跌破了194之后，一定是152，这是下行第3个目标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的上行和下行的说明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给出11月7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出了2个位置，一个是218，一个是216。好，那对于11月7日，我们也要给出2个位置。下方我们给的位置是216，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中线。上方我们要标记一下20日均线值在224。好，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2个位置呢？也就是在11月7日盘中，股价如果能够突破224，那么很有可能会收高。下方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216下方运行，那么是很容易收低的。所以如果股价是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呢，那么我们还是依据刚才 K 线信息的分析，会在这根 K 线的最高和最低之间进行横盘。这是我们关注224和216的原因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我们目前或者说是我们在11月1日的收盘价和5%进场抢反弹，在11月2日收盘价我们有10%的加仓，10%加仓，那么一共15%的仓位。那这15%仓位呢，是抢反弹，我们获利的目标是在220到222之间。那么在11月3日，包括11月6日，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到达这个位置的。那么很有可能这个仓位是已经获利出场了。好，那么我们要说的是，如果没有获利出场，还在继续持有呢？在
11月6日我们给的止损位是在215，然后呢，目前股价并没有跌破，可能会继续持有，如果没有获利。那到11月7日，我们给的止损位依然是215，也就是守5日均线值，或者我们也可以守这根红 K 的最低，也就是股价一旦跌破了这根红 K 的最低，将会开启下行的走势。所以对于这个仓位，如果还在持有，止损位在215。那么，对，在这个位置我们说是不可以进场或者是加仓的。这依然是一个虽然没有确认反转向下，依然是一个反转向下的信号 K 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于多头来说的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在11月7日开盘一定会有大量的空头进入，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下方的缺口和194，他们要守的位置就是20日均线值在224附近，还有就是226前高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我们首先来看压力位，第一个压力位是224到226，224是20日均线值，226是前高。第二个压力位是236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42，是这个缺口的上沿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前低，那么它的范围是在214到218，然后对，前低是在215这个位置，这是一个重要支撑。然后第二个支撑呢是下方的缺口，是从206到211，其中缺口的上方应该是一个强支撑，因为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也到达了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1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会给出2个方向，也就是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出现横盘。那么第一个方向是横盘向下，如果是横盘向下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24，最低下方会到达216，收盘会收在217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横盘向下。另外一个方向是横盘向上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20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28，也就是出现新高，然后收盘依然收在前高下方，在225这个位置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2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横盘向上。好，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。如果是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20，下方最低会到达208，收盘会收在210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
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